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行程要去海尔布伦宫。萨尔兹堡火车站旁边有公车站，从饭店慢慢走过去的话，大概2分钟左右就到。去海尔布伦宫要搭25号公车。25号公车来了，直接上车就可以。因为有买萨尔兹堡卡，所以这几天都使用它搭巴士。大概花了20几分钟左右的车程，就到了海尔布伦宫公车站，跟着人群下车。过马路到对面的街道，还要再走一小段路。前面的大房子就是海尔布伦宫。海尔布伦宫晚一点再去，先去恶作剧喷泉看看。恶作剧喷泉的售票处在海尔布伦宫的对面。在这间纪念品专卖店里面，出示萨尔兹堡卡给工作人员，可兑换免费的入场券。进场时，记得索取中文语音导览器哦。海尔布伦宫最受游客喜爱的就是庭院内的恶作剧喷泉。恶作剧喷泉在海尔布伦宫的后面。喷泉的设计风格是以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雕像，将这里营造出剧院的氛围。顺着阶梯往前走，会看到一张大石桌，桌旁摆放着10个石凳，桌子中央竖着一根长管。在马库斯·伊西利库斯大主教的时代，宫殿的主人会邀请客人们围坐在桌旁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欣赏美景，然后出其不意地从椅子下方的机关向坐在桌旁的客人们泼水，自己却毫发无伤，为整个聚会带来欢笑的乐趣。海尔布伦宫的洞穴喷泉景观，也是吸引游客会来参观的原因之一。因为它利用了大自然的天然景观，使用了水利工程技术，将建筑的艺术与娱乐效果结合在一起，为游客创造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旅程。墙上的壁画图腾不仅展现了大主教时代浓厚的宗教特色，也融入了巴洛克时期华丽而充满戏剧性的美学风格。透过色彩、构图与象征意涵，营造出庄严与奢华并存的氛围。前方的人群都停下来，往洞里头看。这个小型的音乐剧场是利用水力的技术，让人偶演奏音乐。
这里到处都看得到以希腊罗马神话的雕像。作为喷泉的设计，海尔布伦宫的水宫喷泉建于17世纪，由萨尔斯堡大主教马克西提克于1613至1619年间修建，作为夏季别墅的一部分。海尔布伦宫原来的意思为清泉，也就是指具有丰富水源的地方。洞穴的里面，温度感觉有一点微凉，石壁上滴着小水珠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息。进入洞穴时要随时提高警觉，工作人员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，利用洞穴内的机关，让水柱从角落喷出。有很多人都被这种娱乐方式吓一跳。水宫喷泉的特色就是将机关喷泉葬于桌椅、雕像或地面，能突然喷水，让宾客措手不及。这也是海尔布伦宫最受欢迎的原因之一。看完水宫喷泉后，继续用走的去海尔布伦宫，直接拿萨尔兹堡卡，在宫殿门口跟工作人员换入场券。坐在这张旋转的椅子往上看，天花板上有许多彩绘图案，这些图画色彩鲜艳，层次分明，并且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。宫殿内部也设有展示厅，这些收藏不仅展现了奥地利贵族的生活品味，结合视觉享受与文化教育的氛围，使参观者在欣赏之余，对巴洛克时代的生活方式有更深刻的理解与共鸣。从宫殿内的窗户往外看去，能看见周围美丽的景物。往指标的方向走，可以去民俗博物馆、石头戏院以及萨尔兹堡动物园。漫步在海尔布伦宫的庭园，周围是充满绿意的草坪，感觉时间似乎慢了下来，让人心情自然放松。阳光洒落在树影间，空气里混合着青草与花香，清新的让人忍不住深呼吸。除了海尔布伦宫最著名的恶作剧喷泉之外，庭园的附近还有民俗博物馆，里面展示了萨尔斯堡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与文化物品。前往民俗博物馆路上，会经过一片森林，走在茂密的树林里，耳边传来小鸟的叫声与沙沙作响的树叶声。森林里的氛围很安静，让人觉得心境也跟着沉淀。感觉这段路有点远，先休息一下，顺便拍一下周围的风景。整个景色非常空旷，从这里还能看到对面的温特山。阶梯的上面就是民俗博物馆。进入民俗博物馆，要记得到入口的办公室，拿萨尔兹堡卡兑换免费的入场券。莫纳茨宫位于海尔布伦宫公园附近的山上，在17世纪的时候，原本是狩猎时居住的宫殿，后
后来改建成民俗博物馆。走进民俗博物馆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些陶土做的艺术品和画作。这里展示了许多萨尔斯堡居民的传统文化物品。这张床看起来相当华丽，床边的4个柱子雕刻非常精美。欧洲贵族的床，听说也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。这里也有一些互动小游戏，我的德文不好，不太懂要怎么玩。这些雕像身上穿的衣服，应该是当时萨尔斯堡各地区的传统服饰。博物馆虽小，但是它收藏的物品数量也不少。红高族的舍恩佩尔西滕人，他们头戴独特的头饰，上面布满了鲜花或装饰物。龙高族的曾孙和他的矮人伙伴，庞大的体型就足以成为博物馆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。继续往前走，大约10分钟，会经过一个叫石头剧院的地方，也被称为海尔布伦露天剧场。石头剧院建于1617年，是马库斯·西蒂库斯为满足他对音乐和戏剧的热爱而建造的。这座露天剧场是以天然岩石雕刻而成的，将舞台与座位直接嵌在山壁之中，一半是洞穴，一半是从石头中巧妙开凿出来的。400年来，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对这座天然形成的圆形剧场感到不可思议。感觉会到这里的游客比较少，不过有机会来到这里，看看以前的贵族开演唱会的地方，也算是很特别的体验。前往萨尔兹堡动物园的途中，这里的地势是下坡，所以走起路来比刚刚的上坡轻松多了。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动物园的后门。由于没办法从后门进去，所以只好从旁边的小路往前门的方向去。如果你也喜欢动物，那么来到萨尔兹堡，一定要来动物园逛逛，看一下生活在奥地利的动物们，让旅程增添趣味。进入动物园时，直接拿萨尔兹堡卡扫条码就可以。萨尔兹堡动物园位于海尔布伦宫的旁边，是一座结合自然景观与动物栖息环境的动物园。园区内大约有140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物。这个展示区的动物们，不知道是不是都躲起来了，没看见它们的身影。好大的洞穴，应该是土拨鼠自己挖的吧？它看起来很有活力。这群鹤安静地聚在一起，站立在水边的姿态，看起来很优雅。这只好像是马来貘。马来貘在亚洲属于濒危绝种的动物，园方很贴心地帮它规划了类似热带雨林的生活环境，包含水池与树荫，让它有泡水、觅食与休息的环境。鸵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，有很长的双腿，比其他鸟类还要高大的身材。除了快速奔跑的能力以外，就连鸵鸟蛋也很大颗，
这一群性格温驯的羊驼，正悠闲地吃草，温柔的大眼睛配上呆萌的表情，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这只鱼的脸跟人类好像。接下来的这一区，不知道会不会看到令人害怕的生物。这只调皮的小猴子，身手好像很敏捷，在树枝间灵巧地跳跃着，让游客忍不住停下脚步，看它在做什么。这一区可以看得见老虎和狮子。仔细看这一只，它走起路来的姿态，脚步沉稳，给人一种王者般的庄严感。走着走着，又来到后门了，决定从后门的小路绕出去搭公车。如果各位以后有机会来萨尔兹堡旅游，千万不要错过海尔布伦宫，因为它周围的景点可以让你尽情地度过一整天。如果早一点起床的话，还可以先去温特山一趟。等一下要搭170号公车去购物商场买一下东西。这个站牌可以搭28、170和270号公车。牌子上面也有公车时刻表给你参考。170号公车来了，直接上车就行了。搭公车时比较少遇到查票，如果要查票，直接把萨尔兹堡卡给司机看。原本带了28寸和24寸的行李箱，由于昨天在国王湖买了2件大的厚外套，担心行李箱可能装不下，只好临时决定来这个购物商场，再买一个行李箱。奥地利的行李箱尺寸只有分大中小，买了一个大的软壳行李箱，目测应该是28寸，大概要159.95欧元，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贵。买完行李箱，再继续搭车回萨尔兹堡火车站附近吃晚餐。火车站附近有一间阿富汗美食店，觉得很新奇，所以进来吃看看。各点了一份鸡肉和牛肉的餐点，浓郁的香料味充满整个空气，看起来很好吃。米是比较干一点的长米，跟湿润的台湾圆米不太一样。鸡肉炖得非常软嫩，搭配多种的香料，整个口感融合起来，有点微辣，但是非常好吃。而且价格在奥地利算平价，2份餐和饮料，总共33.8欧元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集见。萨尔兹堡旅客交通票是专门为过夜旅客提供的免费交通票券，非常适合计划在萨尔兹堡州内多地旅行的旅客。萨尔兹堡旅客交通票适合搭乘的车种，以及有效可免费搭乘的地理范围，可以参考影片中的内容，帮助您了解如何使用这张交通票。
建议到官方网站下载铁路地图，让旅程更加顺畅。以上的资料来源为萨尔兹堡交通联盟有限公司，更多的资讯请见下方说明栏。